好，立刻来关心一下目前俄乌的战况哦。首先呢，现在库斯科公路已经变成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靶场。乌军讲说有80%的俄军都投降了。那位于俄罗斯，它现在这个阿特拉斯的油库哦，27号晚上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火势到现在仍然无法控制。有3名的乌军士兵表示呢，俄军不断的使用各种炸弹来轰炸库斯科的村庄，超过80%的俄军呢选择向乌克兰投降，成为了俘虏。那在这个罗斯托夫州的州长呢，他讲说，因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哦，所以导致这边的油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那另外呢，这个乌克兰它第28这个机械化旅击落了苏凯25攻击机哦。那专家讲说，这可能是顿涅茨克的前线局势恶化的一个局面。那看到 X 账号里面也有提到啊，就是说乌克兰他们的作战指挥部的公布显示呢，他们的第28机械化旅哦，已经在这个克拉马托斯克前线成功击落了这个苏凯25。乌克兰的军事专家讲啊，其实在顿涅茨克的方向的战况已经出现了恶化，恐怕是对于乌克兰有一点不利。那部分地区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泽伦斯基怎么说呢？他说哦，这是不会放弃乌东的。现在乌军在增援4个旅来抢救波克罗夫斯克。那现在因为俄罗斯使用这个滑翔的炸弹来猛轰哦，所以他们就讲说，现在呢，这个统计下来1周之内大概被放了750枚的滑翔炸弹，那在这边引爆，所以现在看起来前线的战况也是挺吃紧的。那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富比士的网站军事专家他们提到了，这克宫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抽调这个乌东的俄军啊，而是以这个年轻、训练比较差的部队来增援库斯克。这意味着呢，这个俄军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啊，乌东的攻势并没有减缓。那换句话说，就是乌克兰要头痛啦，乌克兰前线的乌军状况恐怕是不妙。然后再紧接着来看一下，像乌军也首度部署了美制的 F-16来协助防空哦。泽伦斯基讲说，因为 F-16的加入，使得他们现在防空能力大大增强。美国 CI 的副局长也提到了说，乌克兰短期之内是不会撤出库斯克的。那看起来就是乌克兰要这个在库斯克这一边哦，更站稳脚步，好能够跟这个俄罗斯哦有一个拉扯，就是拉锯战哦。所以他就说，这个会让俄罗斯面临苦战，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啊。那的确啦，对于俄罗斯来讲，当然一波波的这种反击已经开始了。俄罗斯媒体讲说，黑色星期一只是开始哦，因为他已经连续2天对于乌克兰实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打击。那接下来还会有怎么样更进一步的一个反击行动呢？可能会对于他们的一些关键设施哦，开始在进行下一波的攻击。那到底是谁不想和谈呢？看到了，现在有一份叫做欧盟乌克兰军事援助团的战略评估的文件被美国的媒体报道出来，说在文件里面显示，应基辅方面的要求，如果必要的话，会给予政治和行动条件得以满足哦。那欧盟也会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士兵来提供一些相关的训练。那当然，战争打到现在，很多这种呼吁啊，就是希望能够有和平的曙光出现。第2次的和平峰会，乌克兰竟然喊出来说希望俄罗斯来参加哦。那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泽伦斯基讲说，全球南方承办这下一场的这个第2次的和平峰会，就是为着要结束俄乌战争。那希望这一次俄罗斯能够出席，因为上一次其实是俄罗斯没有出席，那时候中国大陆也在讲，没有俄罗斯出席的和平峰会，那其实你到底要谈什么呢？那主角关键角色都不在哦，所以现在是不是代表乌克兰的让步？还有这个现在目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的第1副代表也讲说，其实基辅对库斯克州的攻击选择了升级，现在要和平的可能性似乎不太高了。那到底是不是美国在从中作梗呢？当年呢，拜登是不是有指示啊？你看小甘乃迪出来爆料，他说拜登要求强生去搞破坏，因为原本俄乌的和谈成果已经感觉有曙光啦，但是呢，就是因为华盛顿想要战争，所以美国不想看到俄乌和谈，这才是最大的一个
让战争不断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最大主因。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80%俄军都投降啊，那这场战争就可以停了，对，所以这是乌军方面的这种这个传言啊，我觉得这个只能听听罢了，因为战场上大家为了进行各种新战都有很多消息传出来，那我觉得这种好像不太合逻辑，那可见这些很多讯息我觉得还是我们要考虑到。它还是要用常理来判断。那现在这整块地方大概就是它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乌军的话，如果一直增援下去的话，对它有没有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多战略学者都这样子认为。那他要抽调出很多这个精锐进入一场新的领域，他又不能扩大，又不能影响俄罗斯，所以呢，那相反的话，他在东线。也就是说，传统的这个顿巴斯的战场上，他如果说战略要地都丢掉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战局会急转直下。所以这个是一般大家对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看法啦。那乌克兰现在我们知道它的那个战争这一段时间它发展的不对称战力，尤其在无人机上面它的这个效能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你也看出来，他现在击中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这个炼油设施这些好像效果都越来越多。可是这种基本上也不能扭转战局，可是会造成俄罗斯感觉上他的这个战事的越不利的情况这样会影响到普丁在这个俄罗斯里面的这个整个他领导政府，还有对这场战争的支持度。我觉得这个回过头来，它会反而到影响普丁现在对俄乌战争的投入的武器跟它的杀伤效果。那反而可能招致的是逼着俄罗斯在既有的战场上或乌克兰其他的土地上那么给予更大的打击。像这个1个礼拜前，这个俄罗斯就是说最近最大的一次对于对乌克兰土地的这种空中的攻击，那尤其对这个基辅的攻击感觉又恢复了。那基辅的老百姓又回到躲到这个地下铁的这个情况，那造成一片恐慌。所以俄军如果乌军有突破的话，那俄军也一定要找回一个报应来作为平衡。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一直看法，就是说，如果乌军他继续还有很多进展的话，那他可能要准备受到普丁跟俄军更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逻辑的。好，接着来请教一下李将军。我们先从这边上面写的美国 CIA 副局长这个他讲的话这个科恩他讲的话，从里面我们来做分析。第一个，他讲说乌军短期内不会撤出库斯克，你知道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撤不出库斯克，而不是短期之内不会撤出，是他撤不出来。你再看他接着下面讲的第二句话叫什么？这个普京将发动反攻，试图夺回乌军所占领的库斯克，但是俄罗斯这个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然后他们正在研究帮乌克兰建设防御工事。这代表什么？就是你连工事到现在还没有建好嘛？你进攻去库斯克到现在将近1个月，你乌克兰如果要守的话，你这时候应该有防御的工事。如果说你没有防御工事的话，代表你就必须要继续进攻，对不对？那你现在又要建防御工事，你又要到底是要防御还是要进攻？所以很明显，他要防御。可是他目前连工事都还没有建立好，所以这是 CIA 副局长讲的话。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很有趣，就是说他不会撤出库斯克。我特别要讲你这个打仗的话，其实攻击比这个撤退还难，对不对？撤退是最难打的仗，叫撤退。我看我们台湾这个当年的话，国民党在这个淮海战役。其中就是这样的，就一路被解放军一路追到云南那个地方去，你撤不了，你撤退你必须要有主动脱离、被动脱离。如果脱离不好的话，你这个兵心涣散全部跑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很明显，库斯克从这个 CIA 副局长讲的这句话里面，这些话就看得出来，他们防御工事也还没有盖，要撤也不见得能够撤得出来。所以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这些兵力投入到那边，等于说已经是这个置之死地了，很难再活着生存回来了。我就直接明着这样讲。那我们再看乌东地区，乌东地区他讲的是波克罗夫斯克。这个我们听这个名字，俄文的名字很绕口。我简单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红军村，就是那个地方。因为红军村那个地方总共有4、5条的铁路，还有很多的公路在那边交汇。也就是说，乌东最重要的一个，不管是兵力转运或者是补给物资最重要的一条路线。那现在来讲的话，俄军抵达红军村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他如果说一旦攻克了红军村之后，大概所有的这个乌克兰所有乌东地区的所有补给线全部会被切断，不但会被切断，你兵力转用也都成了问题。你南边不能救北边，北边不能救南边，东不能救西，西不能救东，所以红军村是非常重要一个战略节点。那目前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地方的战况非常的激烈，尤其是你这兵力又不够的状况之下，万一红军村被乌克兰所攻陷之后，我觉得俄罗斯将陷于南不能救北，北不能救南，东西来讲不能互相的支援，就陷入这种窘境。所以我们军语叫做你没有回旋空间了，你就已经被陷死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乌克兰来讲的话，真的是要思考怎么样尽快来结束这场战争。好，来请教杨老师。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大家有点搞不太清楚了，不是在乌东打吗？僵持到现在，西方的媒体告诉我们说，这个情势很好，我们不断的援助，可是似乎看起来好像战场往前进的是俄罗斯的军队，那怎么又跑到库斯克另外的俄罗斯的本土里面去呢？那3万人占领了4.7个大的台北市那么大，能够吗？那这都是平原。其实要不是说这边战争打得不好，他不会去另开战场，一定是这样子。他本来是想说围魏救赵，那结果没有办法吸引到太多的俄军过去。他现在想着的方法是，我看了西方媒体这2天在讲，为以土地换土地，真的想得太美好。所以库斯克这个地方，在1943年的时候是纳粹德国跟苏联的坦克大会战，非常有名的一场战役。德国死了40万人在库斯克，苏联死了80万人，几十辆坦克在这边消耗掉。俄罗斯人怎么会忘记这段战争历史？现在被你3万人的乌克兰军队打进来，占领没有什么人的这个区域，他就等你瓮中捉鳖。他继续的占领扩大在乌东，你又没有办法扩大。不过现在看的 CIA 的这个副局长这个说法是，他告诉乌克兰的战略就是继续打，不能退，我会帮助你。但继续打不能退，打得下去吗？那我会帮助你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这个在柏林、德国、法国这些听了美国这么讲，我们还要再帮乌东以外乌克兰去进军俄罗斯的土地吗？他都已经拿的就是北约提供的最新的装备打这一战，他如果把这些装备投注在乌东，也许那个红军村他就守得住了，对不对？也许到最后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双方就能够怎么样的进行停火，然后呢，透过第三者或者是第三地来和谈。那我们美国或欧洲再怎么介入，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希望能够这个促使普丁俄罗斯从乌东部分撤军，签署一个另外的像是明斯克协议这样子的，或者是把这边变成怎么样的一个这种处理。结果不是，现在你打到俄罗斯去，结果我觉得现在普丁就是他绝对不会放弃那个乌东4州了，他绝对不会放弃了。不过其实呢，放眼在国际间，大家说这是真正的战场了。但你来看到是俄乌战场目前的一个最新进展，原因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击中了俄罗斯的油库了，而且呢，这一次的攻击是远端攻击1500公里外的一个目标。好，他们讲法是现在呢攻击了一个基洛夫这边的炼油槽。那
俄罗斯方面的宣称是炼油槽并没有受损，但是大家看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乌云在往上窜。其实现在双方所攻击的很多都是能源设施，都是基础设施，原因是因为要直打它的痛处，在库斯克，也就是呢北边这个俄罗斯这边被进攻的地点，说公路已经变成了无人机的靶场了。这当然是从乌克兰这边出来的一个报道，说有80%的俄军投降，甚至他们还很担心被炸。但是呢，俄罗斯这边的讲法是什么？是我们在东边这边有突破了。好，包括说呢，在顿内茨克地区的奥尔夫洛夫卡村，这里呢算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线，还有据点。他们提出从这个地方给占领之后，要开始多方面的把乌军给击退，整个东部要给它吃下来。战线上面您可以看到库斯克这边呢，乌军这边讲他们奇袭3个星期之后，已经越打越里面了。但是对于普京来说，当然啦，人已经进到了自家家园，打进来了，这面子不能失掉。所以传出他们现在即将要酝酿把失去的领土夺回来，而且将是一场恶战。好，甚至呢，他也反驳了泽伦斯基，现在说呢要打算谈终止战争。俄罗斯说现在谈都不想谈了。克里姆林宫呢，这个发言人佩斯科夫更直接强调，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原因是因为双方进入了一个激战状态。Wall Street Journal 呢，他现在直接的说了，说其实呢，在发现说乌克兰这边使用美国给他们的 ATACM 呢，他们往前打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已经撤走了90%的战机。那原因是因为怕被打到，所以现在呢，先好好回到后方来做回防。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俄罗斯现在可能他也觉得要打要快，甚至呢打过去之后让他回不来，因为东将军即将来临，现在就怕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直接说了，如果冬季来临的话，俄罗斯炸的都是他们的能源啊，他们的基础设施，那停电供水没有的话，冬季将如何度过？所以他们未来几个星期呢，要跟这个乌克兰的市政当局啊，来签一些贷款协议，表示说我们要如何帮你们来过冬。而现在呢，已经打了2年半了，但你知道吗？其实俄罗斯这边送到欧洲的天然气还持续有一些是在走的哦。好，目前呢传出泽伦斯基讲他不续约了，因为他们说当时的那个约是2019年的时候续的，那为期呢是5年，那目前年底要到期，他们即将不再续约。他们说这是切断欧洲工业的最后一条动脉，也是切断俄罗斯它裁员的最后一段。俄罗斯怕吗？当然不怕。过冬谁需要能源？他就直接讲了，损害到的是你们欧洲消费者的利益。你先去问问你隔壁的兄弟。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俄乌战到目前为止？当然双方说法不一样，但是看得出来，大家打的都是基础能源，还有这一些基建设施。我这样就表示他并没有近距离的大部队的作战啊。那可能是俄罗斯觉得他还没有集结好啊。所以就还没有大规模的交战啊，不然照理讲你要把它逼出去国境，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打法啦。所以你就看到目前还是各对各的一些重要的公用设施在做攻击嘛。那俄罗斯当然在8月25号那天还直接去打基辅啊，对不对啊？那可是这一种都是就是要羞辱你啦，制造你的心理压力啦。那对于战局的实际推展，我认为在库尔斯克有点陷入僵局，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比较大规模的作战啊，可是，在东部顿内茨克这一边我觉得乌克兰真的就是要注意了，因为本来那个塞尔斯基啊，他认为他可以把那个顿内茨克部分的俄军给调过来，对，结果并没有达成这个效果，反而是相反就乌军反而被拉到库尔斯克。结果在顿内茨克这个东边这个红军村这个地方，现在就被逐渐的包围了。是，那我认为乌克兰如果真的失掉了红军村那即使你能够打下你目前库斯克的这个输甲，我认为你是得不偿失啊。红军村更重要而且俄罗斯如果真的打下顿内茨克那个红军村那顿内茨克它的目前的占领的区域
就会从53%可能会提高到70%哦。大举西进，东进，东进，哎，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更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就直接面对前面都是大平原啊，就没有战略据点啊。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乌克兰很不利的状况。未来因为目前乌克兰在顿巴斯的部分唯一能够打的地方，就只有顿涅茨克，因为他本来只占领53%，是。那卢汉斯克俄罗斯完全巩固了，因为他占了94%。那如果红军村真的陷落，那顿巴斯的战争几乎可以说结束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因为你要知道，库斯克是距离很远的地方啊，那在哈尔科夫以北，它本来就不是核心战场，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可能会失算啦。因为他如果先打下红军村，然后接下来库尔斯克他再慢慢的包夹啦，慢慢把军队聚过来啦，那就考验你的后勤问题了。因为到11月温度就会降到0度以下，是。那事实上乌克兰就会陷入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啊。那俄罗斯事实上，我认为他会蛮凶狠的做报复，因为普京把乌克兰打库斯克视同恐怖袭击啊。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打到乌克兰境内。如果真的被驱逐出去了，他可能还会往前去打乌克兰的苏梅啊，那整个那个运补的路线都被摧毁。他还会打到乌克兰的北部的一些地方，不过那些地方没有那么重要。顿巴斯这个红军村才是最重要。那我觉得乌克兰真的没有算好啦，所以他等于是，我觉得在战略上可能就输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这样。因为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啦，它最重要的一些包括了工业设施，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很多其实都是在顿巴斯地区嘛。那如果这边呢，它真的是在红军村在偏中间的地方，真的被攻破的话，那它前面它整个缓冲区就安全了，就有了。但也想请教一下盛峰老师，因为呢，对于泽伦斯基来讲，他说呢，他有一个胜利计划啊，他之前说第一波啦哈，先把它攻进去库斯克州。但是刚刚听起来呢，就是觉得好像普丁他是有所盘算，兵没马上去，其实后面再算算盘。实在是有时候看起来，真的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只能这样讲。这整个的这样的战局是乌克兰自己自作内所造成的嘛？天作内有可为，自作内不可活。今天这样的做法，你是要干什么？去打这个叫库斯克的时候，就没有人看得懂。你要围魏救赵，围了大半天，那个赵也没有来吧？那个也没有带动他的改变。那现在呢？现在只剩下在打嘴炮，在打嘴炮就可以赢。泽连斯基早就赢了，所以这是一场很悲剧。而且我认为再这样继续打下去是很惨。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到现在为止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的库斯克的战争而感知到惊慌恐惧，他一点都没有。可是呢，乌克兰一直在这里要制造新闻、制造话题，然后制造他有希望的样子，这个都很像一个兵败啊，兵败要结束战争之前的最后挣扎，就好像在2次大战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德国不断的发V2火箭去打伦敦，所以认为可以改变战场，可以吗？不行，是吧？就好像2次大战要结束，日本是用神龙特工队去处理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所以一架飞机对准一个烟囱撞下去，好不得就没了。结果呢，能改变吗？不能改变。可是逼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柏林被彻底的摧毁。逼到最后的结果，就2颗原子炸弹让日本彻底的受苦。所以今天我认为会做到，有一天乌克兰可能遭到这样的命运，尤其去恐吓要去停止那个乌克兰通过的那个油气，那个油气不是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今天的经济也不会是靠着这一条来支撑。可是你知道，支持你乌克兰的所有的人，很多国家是要靠这一条油气的。那你把它断了，到底是你在断你的朋友，或者在杀你的敌人？我实在是看不懂。所以这样子垂死的挣扎，
假如我硬要解释这一个道理，就是拜登支持他这一场战争，他透过付出乌克兰人的生命跟乌克兰的国运，在替拜登撑这一场战场，撑到10月5日，是吧？就是这样子，那多可怜的悲剧呀！乌克兰人什么时候变成拜登的人肉盾牌呀？那泽连斯基今天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说，台湾不要变成乌克兰，不只是命运不要变成乌克兰，我们的政治人物的思维啊，也不要变成泽连斯基啊。你看今天所有的作为就是如此嘛。好，但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舰长了哈。我们从比较战术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呢，你要说俄罗斯他真的没准备，好像也不是。包括《Wall Street Journal》就直接讲了，说他们其实有把90%的战机都往后撤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虽然美国给他这个 ATACMS 的导弹系统它是有射程限制的，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会被打到，所以他先求安全。但是呢，很有可能就会直接被包夹。战术上来看，您怎么样来看后续的进展？其实你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像一开始乌克兰是不是孤军深入俄国的境内？这个时候，俄罗斯的直觉的反应就是照我们的想法的直觉反应，我们就是调动我们俄罗斯的军队去包围，因为他进去也只有1万人而已，不是一个很多的军队，这是直觉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去做的话，你要去集结你的军队，而且陆军你要调动，那里都是很长远的，几百公里这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这样子劳师顿征这样子过去之后，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先不理你，我调过头来在乌东这里，我加紧攻势，因为我原来军队就在这嘛，我加紧攻势，他最近实际上是在加紧攻势，整个全面这样打过去，就是换你去思考，你要不要把它调回来？那你调回来呢，也是一段很长的距离，这样拉过来，这是2种，一种就是我去消灭它。但是是我动员去包围他，或是我在这里放手的在这打，结果逼得他必须要回过头。我觉得这是一个战术的运用。那我现在看起来，俄罗斯似乎要这个加强力道，就是打，逼得你这样子回过头来。那第二个呢，其实现在的武器你不要看到几千人、几万人很怎么样，因为现在的武器杀伤力都是面的杀伤的很大的，它有集束弹，有温压弹，叫做炸弹之王，它一杀下去就是几个篮球场。这种几个足球场的整个人都给你杀掉，你躲在装甲车里面那种温压弹都可以，因为没有这个氧气会让你窒息死亡。所以现在的这个，如果他要杀你大片的人，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但是结果现在他们都怎么办？就是混在民间，就是瑕疵的一般的民众，那你就不会去用这种大面积的去杀伤。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2个国家打成这个样子了，那个天然气还在那里在卖，还在走。就是它不是一个你们传统想象的那种无限战争，像以巴就是无限战争那双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在那打。那俄罗斯这里你看发觉他们都还保留了一手，所以坦白说，他们有一个潜规则在，你不要这样子我不要这样子大家都应该要守在那个潜规则的地方。但是最近呢，似乎乌克兰打破了，然后你还发觉他们在讲说要今年的过冬。我的天哪！你还想过冬啊？你还想打到明年呐？今年11月那个大选完，川普上来是想都不要想了，大概就要逼着他结束了。贺锦丽上来，你认为他会继续支持下去吗？我不认为，也会结束的。就是你不要再去想，还想到明年，然后最后你看最近，其实前天的2个飞弹打哪里？你知不知道？打水坝，就在基辅旁边的。有一颗直接打到那个水里面，你看吧，一颗打到那个墙，打了一个墙。我当时看到那个，我就说，俄罗斯其实在告诉基辅或者北约，如果这2颗飞弹有一颗换成战术核弹，那个水坝就挂了，就溃了。他打这个是轻而易举的，他有这么多的，打了垮了之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基辅的说，如果这个水坝垮会死多少人？几百万人。他这个导弹都是很准的，他怎么会打到水里呢？其实他很明显的在告诉你，我是有方法的，我们应该守住我们双方各自的潜规则，你不要越这个线，你们不要认为你整个北约32个国家能够来这样子打我，你把我逼火了，你试试看我有什么样子。我觉得他那个东西就在告诉他们，不要逼我动用这种战术可恶。
好，其实现在北约当然大家呢也都在看年底的这场选举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势。现在呢看起来啦，在西方这一边，他们开始有各种的事情必须要处理。好，在东方这一边呢，如果说两强中美的话，中方现在闹的是什么？是悟空热。好，悟空热从它推出那一天到目前为止，持续的在打破纪录。现在说呢，全球揽金已经可能超过50亿元了，甚至呢，在对岸的这个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9亿次，这一些都是蛮可怕的记录。好，甚至呢，它 PS5， 因为现在除了 Steam 之外 ，PS5 也可以玩嘛。那 PS5 先前呢，在大陆这边很少人会想要去买的原因，是因为能够玩的游戏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多。好，现在因为悟空，很多人呢不但是买而已，甚至连买到日本在当地的售价都提高，大概有将近2成左右，已经来到550美元。那配件啊什么，通通跟着飙涨。现在悟空呢有一些的说法，因为红了之后，大家就会把它拿来跟现在另一档很热的游戏叫做《艾尔登法环》来做比较。他们就特别强调，里面的动作很多是很相似的，所以就有一个叫做有没有抄的问题，另一个呢则是有没有盗版的问题。网络上看到了有人呢就是人民币1块钱还包邮嘞，可以直接让你来玩。好，可是盗版的有人是什么？打开解码一看之后，发现竟然是真正的《西游记》，不是悟空啦。也有解码之后呢，发现不是解压缩，是另一档游戏，根本不是他想要看的3A 游戏。盗版很猖獗，但是呢，在卖账号这件事情，网络上面也很猖獗。大家就在想了，这个呢，就是对岸他们现在必须在游戏产业要真的能发展，未来急需处理的另一个面向。到底呢，这个悟空兴起问题或者是意义何在？现在的讲法是说，这个叫做精神世界发起反攻的第一枪。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啦，如果说呢你要享有话语权的话，很多人认为你还是必须要从一些物质上面来证明。然后呢，现在除了有更好的车子、更好的飞机这一些物质基础之外，悟空他们认为就是一个精神世界，因为这是电影，这是游戏，这是一个 IP， 未来会是一个文化的反攻。刚刚讲到了物质这一边，确实现在在很多产业，中方他们是拿得了龙头地位，包括了宁德时代。大家都知道在动车宁德时代他们的市占率是全球第一，将近了3成多。那现在呢，五角大厦这一边据说被美国国会议员给施压了，他们要求将宁德时代列入黑名单，甚至呢计划美军陆战队停用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还要在民用项目逐步汰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能够同意吗？还记得大疆飞机的事情吗？好，现在宁德时代变成了下一个目标了。中美双方虽然一直以来有所针锋相对，但是呢，在旧金山会谈之后，高官互访持续不断。王毅会苏立文强调的是呢，美国应该停止经贸跟科技上面的打压，同时呢，驻美的大使谢峰也特别提到了，说基本上甩锅推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全部都要靠贸易啊，靠产业战，不会有赢家。但是苏立文这一次去，其实他也有他的目标。纽时就直接讲了，他的目标有可能是因为拜登即将要走马下任了嘛，有没有可能最后一次在 APEC 的时候，11月那个时候应该选完咯，在秘鲁这边举办的 APEC。有没有可能还是可以见一下习近平，当做一个毕业礼物？好，这件事情呢，有人说有可能在瞧，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机会真的不大。原因是因为双方现在在南海问题上面也是有点不可开交啊。最主要原因就是菲律宾呢跟中方在南海的问题，美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包括他们印太司令说，他还要帮忙菲律宾来护送运补船，中方就警告了，不要在问题上头支持菲律宾啊。但是呢，却是看到了美方这样的承诺对方。当然了，菲律宾的讲法是讲他防长参谋总长很警觉，赶紧跳出来说，这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法律哦，我们的宪法禁止外国部队直接加入当地的作战，我们要靠自己。可是美方现在一而再的再三释出的讯息，都会有挑起双方争端的可能性，毕竟现在在鲜滨暗沙这里，船确实中方包括了军舰包括了民船这边都开始看到集结，而菲律宾这边呢，他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喊话说，稍有不慎有可能会升级冲突，甚至呢，公务船在南海的碰撞，1个星期里头2次的冲突，这一些
在网络上面大家都在讨论。好啦，菲律宾还要跟越南签署一个协议来推动国防关系。那当然啦，先前在南海这一边是去申诉的，也就这2个国家。现在这2个国家又要推进防务关系。南海这里的变局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火药库？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好，首先我们从悟空开始了。现在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纪录，现在的金额已经超过50亿了。这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里程碑啦，不过现在大概是这样啦，就是它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比例大概是81%啦，那海外有19%左右。可是海外你再扣除华裔我坦白说了，事实上白人玩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觉得把它太设想说什么中华文化开始因为这样进入欧美，这个想太多了啦。坦白讲，在玩游戏的人比如说你玩韩国的天堂，你会去想说这是韩国字吗？对不对？还有很多游戏实际上有的是法国字啊，有的日本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想太多了啦。实际上就是你就是一个文化商品啊，比如说那个韩流 K-pop 那流行全世界，那韩国文化有因为这样，所以西方有更了解嘛？我觉得这个就想太多了啦。你如果是现代流行的，那就是可能你的节奏对了，或者美感对了，或者那个音乐的调性对了，那你这个应该是说你的风景做得非常好，你的格斗打起来很爽，就主要是这样嘛。你说他们会去深究，这里是山西啊，这里是甘肃啊，我觉得这个想太多了啦。这个基本上那个都是以大陆内部啦或者华人圈为主啦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一个以华人圈为主的游戏啦。这个我是觉得事实就是如此。那因为华人圈基数很大嘛，所以确实表示，中国大陆这样的产业是做得起来的。所以一定会前仆后继啦，未来会有蛮多的新的创作啦。那这个当然是一件喜事啦那至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科技战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啦，这个你再讨论也没有用啦。连那个苏利文去北京之前都先宣布制裁中国某几家公司，他才出发是。所以有人要呼吁要禁宁德时代，这有什么稀奇？对不对？反正美国就去禁嘛，你禁到最后就是你的很多相关的产业都会变贵嘛，因为中国大陆做的就是它的 CP 值比较高可是非常便宜那你如果要去禁宁德时代，那你的电池就是比较贵嘛，对不对？那你不要用中国的太阳能产品，那你发展太阳能就会变成全世界最贵的地方嘛。这个就是你要付的代价啦。是。你如果以后连那个中国的成熟制成的晶片你都不要买，那你就准备在通货膨胀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话好讲啦。我说实在啦，你自己选的路，你就要面对必然的后果嘛。中国大陆也在反手在回击美国啦。他最近，比如说前一阵子是那个加耕者，是，他限制出口嘛。那目前已经造成美国的价格大涨那最近他还要针对锑矿、钨矿要限制出口那反正美国要玩这种游戏就让他去玩因为美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啦，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跟进，绝大多数都没有跟进所以中国大陆在全球的贸易还在上升，它具体落实就是人家刚公布那个10大出口港口，中国还占7个对。而且总量也在上升，产值也在上升，所以你美国就自己去玩嘛，那你家的事啦反正美国跟中国的贸易的量也在下降，跟东南亚变成超过1兆美元，跟欧洲超过8000亿，那美国已经是6000多亿啦。那你如果要再少买，那就更低嘛，那中国大陆就想办法卖到别的地方就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美国啦，而且越来越难制定全球的规则是依照美国的意志了，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啦，你自己想不开，那你就自己承受后果嘛，就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讲说呢，虽然说王毅跟苏利文见面了，但中美之间的对垒是已经从两国之间到区域之间都看得到。请教世峰委员。这样子啊，美国人不知道有没有感觉，从18年开始这个打贸易战到今天为止，是大陆是受伤，这个说大陆没受伤是骗人的，但是你得到了什么？你赢得了什么？你发现你失去的更多。现在别说什么，美国现在电动车还可以跟中国稍微并驾的，其实是因为有特斯拉。特斯拉的电池是谁的？宁德时代，以前它是韩国的，现在是宁德。所以当把它给禁掉了，第一个找你算账的是特斯拉。所以特斯拉想办法不支持拜登了，是有道理的。这我是开玩笑的讲法。那从这样的一个角色再来看看的南海，大家好像是看到这个中非的一个冲突，事实上背后当然是美国。大家说，那美国为什么要去搞这个事？因为对美国讲起来，他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假如签成的话，很抱歉了，在整个的南海区里面，你美国抓头没名，抓尾没名啊。你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就是把这边周边的国家大家共同这个规则，有利润我们大家怎么来分配，有冲突大家有什么方法呢？现在南海行为准则眼见着就要签成，那就是谁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菲律宾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当然是收菲律宾来处理这个事嘛。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印太司令啊，到底是内行或是外行，我搞不懂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冲突不是军事冲突是海警跟海巡的冲突。那你的合约的共同防御条约是建立在军事冲突这个时候你介入，你站在哪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韩国这个菲律宾的军方刚才讲，这个是有问题的。好，当事国说这个有问题，另外那个广国的说没问题，我准备要出门，这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一件事情，我就用菲律宾不断的来恶心你，让你的南海行为准则是不能够顺利去通过的。这样子对美国讲起来，他在整个的南海还有一点发言权。南海行为准则通过了之后，我还再重申一句话：美国你抓头没名，抓尾没名，你连开口，你连要介入的权利都没有，澳洲也没有，欧洲这些想来介入的地方的人，通通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好，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哈，等等回来就要请舰长来帮我们做总结了。节目最后邀请舰长帮我们总结。我这次看到就苏利文访中他就让我想到一件历史的过去一个历史事情，就是季辛吉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就是让人很意外的，他是一个秘密访问然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当初在去之前的时候，他们给这个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做马可波罗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神秘的就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那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说，这次有6个目的，一个一个，好比说联中制俄，好比说结束越战，他又写6个，看起来都冠冕堂皇，很重要。然后他最后写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他说，讲完这6个之后，他说其实这6个通通在支持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尼克森的竞选连任要能够成功。其实所有民主国家天大地大，选举最大。这次苏利文真的莫名其妙突然访，他4年没有到过中国，他跟王毅在别的地方见过面，但他从来没有到过北京去。我第一个直觉就想到，他们一定是最近觉得他们的选举不顺利，川普可能会，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很特殊的事情，能够彰显我们民主党拜登也好，贺锦丽也好，他们是对这个市局还是有影响的。那因此他希望找到北京的配合。那他这次去的任务是什么？讲起来一定一大堆，美中这个台海啦，什么什么晶片啦，什么晶片，那些都是，但那些通通是过场。最终的结果是如何协助民主党他能够胜选，因为这些对民主党太重要了。那这是第一个我的感觉，那大家可以等着看。